朋友们，一说到升顶房车，我们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高度低、可下地库、坚固场景丰富啊。所以一般这类型的房车升顶前的高度基本上都集中在2.2米附近。而今天我们看的这台车与众不同，长城揽众第一款硬升顶皮卡房车，它在升顶前的高度来到了2.65米。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数据之后，跟我有一样的疑问：2.65米的高度，注定它是不能够像常规升顶房车一样拥有更为灵活的空间的。也就是说，地下车库这个场景是实现不了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台车的空间呢？它的定位又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带着这个疑问，跟大家一起来静态深度体验一下长城揽众全新的自由炮机械版。一开始我们先量化一下最关键的尺寸参数啊，长度599，宽度2218，升顶前的外高是2.65米，内高就很重要了啊，1.58米，升顶完之后的内高可以达到1.95米。所以今天我们重点来看2个使用场景，因为它在升顶前比常规2.2米的升顶房车的空间要大了不少。就看一下1.58米的内高啊，能不能满足我们在不升顶时候的对于空间的利用和使用。而第二个场景是把顶升起来，类比常规不升顶的皮卡房车，你的空间优势如何来体现？吃喝拉撒睡是不是也能像常规不升顶的房车一样来实现基础的旅居功能？因为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揽众给这台车的定位是中顶皮卡房车，而这个尺寸参数的房车在市面上的产品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今天对这台车的体验，我们得打破常规升顶和不升顶皮卡房车对于空间的标准啊。上车感之前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底盘非常强大的硬核升级啊。现在自由炮机械版也匹配了山海炮的同款动力总成啊，2.4T 的柴油发动机匹配9AT 的自动挡变速箱啊，最大功率来到135千瓦，峰值扭矩来到了480牛米。要知道之前自由炮只有 2.0T 的柴油机，目前 2.0T 的汽油配置依旧保留啊，而未来的柴油版全部来到了 2.4T。要知道呢，自由炮的底盘尺寸重量比山海炮整体要小了一大圈啊，而现在小车配了更大的发动机，所以对于底盘基础性能的优化和加持是非常之明显的。再来看它的一些越野元素的配置，分14驱3把差速锁，接近角30度，离去角25度，同时匹配了百路驰的越野 AT 胎。其实看外形它是比较接近常规不升顶的皮卡房车的，但是呢，线条会更为的硬朗硬派，更具越野范儿，颜值更高了，而且高度更低，行驶的重心更低，对于基础的驾控优化也会比较的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揽众的主创团队和专业的越野试车手刚刚完成了这第一台试装车的越野沙漠穿越啊！这台车呢是跑了库布齐、乌兰布和腾格里3个沙漠的连续穿越，所以这辆车我觉得在基础越野车，尤其是4驱皮卡板块，无论是动力、外形还是尺寸上的优化，都比之前不升顶自由炮来的会更为的明显啊！对了，还有一点值得强调啊，自由炮的极野版它的后桥轮距依旧是加宽的，所以它也是采用了炮的房车专用底盘的技术平台上所打造的。来，我们抓紧上车。刚说了内部空间，重点看2个场景，一是升顶前，二是升顶后。我们先来把顶升起来，看一下升顶后的空间状态。中门打开了，内部有一个升顶开关啊。揽众这次的硬升顶机构有2大亮点，第一是单层简化了整个升顶机构的结构设计啊，里一层外一层，那整个升顶机构呢是不会侵占过多的内部生活区空间的。那第二顶是软硬结合，怎么理解软硬结合呢？因为一说到硬升顶房车，大家更为关注的是，你密封性怎么来保证的？因为2个硬质的物体连接处一定会有缝隙啊。而且呢，它是一键成型的空间密封，不需要你有额外的手动操作来保证完整的硬升顶空间的。即使是它的卫生间也做了嵌套式的联动设计啊。那2层硬板之间，除了2套常规的密封胶条之外，揽众还给它额外增加了1层的软质保温层，来实现基础的防风、防水、防尘的升顶机构的密封功能。来到车内，顶升好了，确实1.95米的内高让整体空间看起来还是比较爽的啊。布局结构而言，在揽众的皮卡房车里面相对也比较新颖。首先，前置额头床，中置储位，
尾部是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它是环形的卡座大沙发，所以客厅是放在了尾部的这个位置啊。那整体的内装风格相对于常规自由炮包括升顶炮而言，我觉得也会更为的现代啊。那我们来坐在尾置客厅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空间啊。首先整车是合载4人的状态啊。那除了这个环形大沙发之外呢，如果日常需要休息怎么办呢？桌子降下去也可以来拼成一张尾置的横床，它的尺寸长度是1990，将近2米吧，宽度1.18米啊。当然这个需要日常的一个基础的手动操作了。但是类比常规的皮卡房车而言，不管是否升顶，它的使用场景也就建立在基础的2人的状态啊，所以尾部我觉得可以就保持你常规的基础的客厅功能就可以了，吃饭用餐或者基础的日常社交啊。两侧呢有2个小推窗，并且在降顶完之后呢，这2个推窗是不影响你的开关的啊。然后再来往上侧来看，就是硬升顶房车所带来的一个配置上的优势了。整个上部还带有更丰富的配置体现，因为软升顶房车呢，类比我们之前拍摄的升顶炮，不管双排还是单排，它的整个上部是不能有任何的配置的，尤其是储物空间。而硬升顶呢，你会看到它的尾侧整个带有1圈的环形吊柜，包括固定了投影仪、音响以及微波炉等等啊。所以呢，它在储物空间的板块优化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对内而言啊，这一点是跟软升顶皮卡有比较大的配置差异的。而且呢，这个小桌板你看到了吗？它的角度位置是可以来调节的，方便进出啊。我现在站在中间的位置，在我的右手边是车内的操作台，首先嵌入了电磁炉、独立的小台盆，下方呢是有2个储物抽屉的。转过来之后呢，左手边双开门的冰箱98升，同时往上看是直流的空调，上方呢也可以带有一定的储物空间啊。那接着往前走就是它的卫生间板块了。刚才在车外我也说了，它卫生间是嵌套联动式的设计，也就是说，当你在实现升顶的过程中，这个卫生间自然而然的空间就自动被拉起来了。因为我们之前看过很多的升顶房车，这个卫生间需要你在升完顶之后，独立的手动来实现完整的卫生间的一个拼凑啊。来，我们来打开它的卫生间门，来看一下内部空间。看到了吗？这个地方比较有意思啊。它的卫生间的门的高度是在升顶前保持了一致，所以上面这个位置还需要一个手动的操作。但是我估计这应该是第一台试装车的原因，未来应该能做一个联动的卫生间门的一个设计啊。来到内部啊，其实整体的空间跟我们常规的皮卡房车卫生间尺寸差不太多。下方赛特福德可旋转的马桶，两侧都有地漏，侧面带有一个脚位台盆，抽拉式的淋浴花洒，化妆镜。顶部呢带有独立的换气扇，当然了，因为整个门呢可以实现完整的密封性，包括它是联动的设计，所以你的卫生间空间相对独立，不管你是在洗澡还是在用马桶啊，那这个隐私性包括气味的密封性来说也比较的重要啊。而且因为它是联动式的机构嘛，卫生间的2层升顶板之间呢也是加有了1层的密封胶条啊，这是中置卫生间的整体的空间。然后呢，位置调换就来到这辆车主要的卧室区域了，额头床。那皮卡房车一般的主要睡卧区都是在额头的位置啊，来看一下它的空间怎么来体现。首先长度呢是1.9米，宽度呢是1.5米。因为呢它的整个脑袋前侧收窄了，所以你会发现它的长度并没有尾部的空间那么的宽敞啊。但是呢，满足2个人的睡眠空间 OK。它有一个优势是呢，它的整个额头床的内高可以达到90公分，并且高度前后基本是一致的，所以这一点呢，保证了你在睡觉时候呢，脑袋上的这个舒适的程度啊。上侧呢是一个可开启的大天窗，两侧呢有2个小推窗，但是这2个小窗户在升顶前我们会发现它是被盖在了升顶机构里面啊，并且上方带有一定的储物空间。那怎么上到这个额头床呢？你会发现它的高度在腰部这个位置，但其实上下呢还是需要一个机构来协助的。那目前给到的方式呢，来向下一推，你就可以踩着这个小踏步来进入到额头床了啊。那额头床的下方呢是一个大的通舱口，它跟驾驶室呢也是来贯通的。但其实这个尺寸的话呢，在进出驾驶室我觉得相对还是有点麻烦的，但是实现你的基础的贯通和基础的拿取物品
来说，还是有这个空间的富裕程度的。再来补充一些小的配置啊，后面看到投影仪，它的投影幕布呢是在卫生间跟厨台之间啊，也可以实现车内的基础的娱乐。同时呢，侧面也配置了4路监控啊。接着再来说，整车的水电能源续航。电路方面呢，是配置了48伏的长城蜂巢锂电，电池容量可以达到222安时，相当于10度电出头。顶部上方呢是960瓦的太阳能板，同时3000瓦的逆变器。水路方面呢，180升的清水箱匹配50升的回水箱。另外，这辆车带有5000瓦高原版的柴油热水暖风一体机，并且刚才也说了是直流空调啊，所以看它的水电。以及基础的生活区配置，包括最重要的空间，跟我们常规不升顶的自由炮房车是比较接近的，尤其是空间性类比软升顶房车而言，我觉得空间体现的优势比较明显啊。因为市面上针对选硬顶还是选软顶的讨论也是比较多的，而可能更多的房车爱好者们在刚刚了解到升顶房车的时候是比较喜欢硬升顶的，因为你从内部来看跟常规的不升顶房车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我觉得啊，硬升顶房车类比常规不升顶的房车在整体的墙体保温上应该还是有所差异的。但是类比软升顶房车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包括在隔音板块。但是如何去量化这个数值差异呢？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环境测试，因为毕竟揽众现在有软升顶，有硬升顶，在同一环境状态下，这两者内部的保温包括隔音，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来做一个直观的数据测试的。这一点呢，也可以期待着揽众未来有更多的测试数据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就空间整体性而言啊，觉得确实硬升顶更胜一筹。而且目前确实保持着试装车的状态，车内的一些内部细节，包括你会看到它内部的升降行程啊，工程师还在做进一步的优化，所以这应该不是最终完整版的内部整体的细节状态。来吧，我们把顶现在又给它降下来了，就来到第二个场景体现了，就是不升顶的话，内部空间还能不能用啊？同时另外补充一点呢，就是刚才说到了整车的水电，包括内部基础配置的监测、监控、操控呢，在进门处有比较大的一个整体的操控的液晶屏来实现基础的功能的控制。同时呢，升顶机构除了电动按键之外呢，旁边还有一个应急按钮，就是一旦这个失效了，还有另外一套备份方案来实现基础的升顶操作啊。当然了，这个车在升顶的时候是不能行驶的，行驶状态一定要保证在降顶的状态。来吧，接着就有意思了，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感受它升顶前这个空间啊。来，我们感受一下内部到底怎么样啊。来到升顶前的内部空间了啊，我的身高是1.78米，所以在那里面猫着头，但是基础的运动来说，动线是没问题的。那我们先来看前侧的额头床。在升顶前的这个额头床的内高的直接影响是比较明显的，目前的高度应该只有不到50公分的一个内部空间了。能睡觉吗？能睡啊，但是呢，空间相对会比较的压抑。然后我们再来看卫生间在不升顶前能不能用啊？把上侧的板打开，其实这个空间来说，进去咱们你洗澡什么的肯定就别折腾自己了，但是用个马桶，你看。嘿嘿，这空间还是没问题的，包括用这边的小台盆。然后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后侧的环形客厅啊，来，你看后面空间其实就宽敞了不少了。坐在这儿，临时吃个饭，基础的使用一下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上面因为有天窗嘛，所以这个空间感啊还是比较优秀的。那为什么重点来看一下升顶前的空间呢？因为这个场景还是有的。当你在快速行车的时候，当你需要临时停车休息，在高速服务区里或者在路边，或者说一些没有升顶场景下的状态，那其实你会发现卫生间包括整个后部的客厅依旧是能够满足基础的生活区的功能的啊。不管是用水、用电、吃饭、休息，那如果说要临时休息的话，我觉得额头床可能相对是有点压抑的。那你不如把后面的整个环形客厅给它变成一张临时的休息床铺，也能够来实现基础的一些功能的。所以确实我们能够感觉这辆车在升顶前的生活区的保障是 OK 的，是没问题的。因为之前我也拍摄过一期视频，拍揽众的单排升顶炮，你会发现升顶前确实那空间没法用啊。而这辆车我们刚才介绍的种种功能啊，在1.58米空间状态下 OK 都能够满足你的正常的基础使用。怎么样，这个不升顶前的空间还是挺有意思的吧？然后我们把顶再升起来，跟大家补充一下车外的一些基础配置啊。上方带有电动的遮阳棚啊，同时尾部带有2个电动驻车支撑。
车外的储物空间一共是有2处，尾部贯通式的储物空间，以及在最后面的尾部的背包啊。另外，这辆车也带有2.5吨的准确质量，脑袋上呢还有一个越野探照灯。要么说这个车帅呢。另外，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整车目前是装甲防爆漆的状态。所以从配置上，内部的空间，包括硬升顶的结构，再包括底盘的整体的动力升级，自由炮极野版的产品力的塑造还是比较丰满的。当然了，大家也比较好奇它的价格。目前这款的官方指导价 2.4T 柴油版的价格是432800，而 2.0T 汽油版的价格是412800。所以里外里完整的看完之后，我觉得确实审视这辆车的配置，包括空间，我们必须得打破常规的惯性思维。它貌似是一种新型的皮卡房车定位的市场。刚才也说了，揽众给它定位叫中顶房车，因为呢，类比2.2米的升顶和3米高度左右的不升顶，它呢好像对于2种空间的优势都有借鉴和丰富。再外加上全新动力的升级，以及2.65米的整体外高，我觉得它会更加侧重于匹配底盘优秀的四驱性能。因为买常规不升顶皮卡房车的群体相对大龄，他们更为侧重房的板块，而对于四驱、对于越野场景相对是比较陌生和不太去敢尝试的。而这辆车把高度拉下来了，又实现了内部功能的空间优化性，所以对那些相对年轻的群体，想开着它去玩到更野的地方，但是又顾及于升顶房车先天的空间不足，因为升顶房车更多的是兼顾多元场景，你会发现长期的住在升顶房车里的体验感不是那么的好。而这辆房车首先放弃了下地库的这一限制啊，把整体高度降下来，行驶重心拉下来，但是内部空间能够实现你相对长时间的居住和使用，所以它是对于皮卡房车场景的又一细分的产品力的塑造，以及对于相对年轻化想尝试更多野性房车群体的一种产品的呈现啊。所以对于这辆车而言，我也对于明年它的市场也有更多的期待。而且至此，揽众是完成了软升顶、硬升顶、不升顶全面的皮卡房车产品线啊。所以相对于这3种产品力的塑造，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